雪季的合欢东风步道。现在气温应该是摄氏可能只有3、4度吧。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雪，哇！这四周的景象真的是太梦幻了。虽然只有少少的一点点残雪，但是真的是我第一次的看到雪景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合欢东风步道呢，虽然只有零星的残雪，可是四周远处可以看到了奇来北峰，上面是有看起来非常多的雪，它整座山头是变成银白色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就希望待会有办法来去拍摄那个漂亮的景色了。今天这趟旅程呢，跟平常很不一样，因为呢，这一趟不是一个人而已，这趟呢，我是带着我的老婆一起出来，一起来攀登这一座合欢东峰。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睡在可以说是非常豪华的这个松雪楼了，有暖气，然后呢有热食，原来还有附赠早餐，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啊！那你有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我现在是拿着我的360相机来做拍摄，而不是拿着我的 Sony 的 ZV-1？原因呢，就是因为就在刚才，我的 ZV-1应该是阵亡了，因为我刚刚原本在拍摄 V-roll 的时候，突然间一阵风吹过来，然后就把我 ZV-1吹倒，它的镜头就直接撞击到了地面，就直接卡住，就没办法使用了。我可能晚一点回饭店的时候，回松雪楼的时候，会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抢救它。如果不行的话，那恐怕今天这一趟旅程就都得用360相机，甚至用我的手机来拍摄了。就请各位再多见谅咯。结果呢，我才刚从登山口走上来，没有走几百公尺，就马上停下脚步了。因为呢，吸引到我的是对面的奇来山。我现在的面前就是可以远远的望到那个山势非常雄峻，然后呢很嶙峋的这个奇来竹北，前面还有一大片的这个针叶林，这针叶林又被阳光给照亮，照出了很多的这个层次，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然后我打算要等到雾气经过就是奇来竹北的山峰，然后就是隐隐约约透出一部分的时候，然后再按下快门。我用了一块ND32减光镜，然后呢还有一块这个近程减光镜去试图让快门的速度降低。好，那就等待一下。有了，来了。好 ，ISO 50 F10 快门2秒。这一路上真的太多漂亮的景色，让我一直走走停停的，真的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雪啊！再看一下，下来一点。
呢，大概在下午3点多左右的时候，终于攻顶了。啊，我们一路上就是走走停停，因为呢风景真的很漂亮。啊，我不见得有拿起相机去做拍摄，但是呢，有很多时候我是用手机来做拍摄，可能四周真的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很值得记录的一些景象啦。我原本其实是想要在山顶山峰这边，然后来去拍摄日落了。可是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我这附近反而是比较没有让我觉得一个比较适合的前景，能够去衬托想要拍摄的奇莱山的这个领见的这个夕照的景象。所以待会晚一点之后，我可能会再继续往下，我应该会再往下到更下面的地方去找其他地点做拍摄。那现在呢，我把我的相机架好，架在这边，因为我准备打算要来拍摄一下，就是从山峰那边望过去的这个整个奇莱连峰的这个全景的相片。我觉得这景象实在是非常震撼，那个奇莱上面都还积着很多的雪，哇，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只不过我稍微有点担心的是，也是因为云海的关系，那个云层一阵一阵的飘过来。那我在拍摄环景的时候，在拍摄全景的时候，我就不是非常的确定，到时候我回去之后接图能不能很好去接起来了。不过如果接不起来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刚才其实已经有拍摄一张比较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多雾气的时候拍下另外一张相片了。所以如果这张相片接不起来，那大家看到的就会是另外一张相片。好，那就赶快把握时间来拍摄了。ISO 100 F9 快门1/50秒。我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山顶上拍摄今天的日落夕照，因为就在我拍摄完全景照后没多久，我面前的景色就逐渐变得夸张了起来。我在东峰上继续等待光线，随着笼罩山峰的一阵雾气散去，奇莱人线上的夕照景色也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高潮。雾气又散掉了，哇！看我眼前这个景象，天哪，真的是太漂亮了！你们看得到吗？哇！在雾气之中的露出山头，这个奇莱北峰那边还可以看到露出来的奇莱主峰。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的这个景色有可能会是就是今天的日落前最漂亮的一个景色了，因为现在的光线是还有办法去照亮到除了奇莱的那个棱线之外，还能去照亮到比较低一点的那个小奇莱那边的山头。那到底再晚一点之后呢？我觉得光线恐怕就是只能照亮那个奇莱主北了，前景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暗淡。那我就要把握现在最后的这点机会，这一点时间，然后来做一个捕捉。上面也被染上了这个很漂亮的那个粉红色的色彩，一切都真的是非常漂亮。那我要剩这个最后一点点光线，我可能要捕捉，也许会是今天的最后一张相片了，我不是非常确定，因为我有点怕再过不久之后阳光就要消失了，尤其是下面的小奇莱已经快要照不到阳光。我今天要来拍摄，也许会是今天的最后一张相片。好 ，ISO 50 F11，快门0.6秒。
各位。结果这个早晨呢，没有原本昨天想象的冷。虽然这个寒风吹过来是蛮刺骨的，只是至少没有原本预想的会冷到我直接出来就受不了了。那结果今天早晨呢，我看到的景象，走出松雪了之后，就是一个白墙的一个样子，几乎没有办法去看到远方的那些积雪的山头，还蛮可惜的。不过呢，我还是踏上了合欢东峰。那我应该不会走很远，可能就走个200-300公尺左右而已。到昨天一个，我原本想说拿来当做是拍摄日出的一个候选的位置，然后呢，应该就会在这边去等待，看能不能等到雾气散开，然后很漂亮的阳光去照亮四周的地景。真的好喘哦。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日出过后了，现在大概是早上的快7点左右了。看起来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日出的阳光去照亮了我前面的这些不好意思，把它关掉。看来今天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日出的阳光去照亮我四周的这个景色了。不过呢，取而代之的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像是我很多年来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景色啦，就是在霜雪之中的这个森林。那我大概其实只沿着步道走了300-400公尺左右而已，并没有走得非常远。突然间呢，我就被我的左手边有一片覆盖着霜雪，像银色圣诞树一样的一片森林给吸引住了。这片森林上面洒满了像是糖霜一样的这些白霜，然后在它前面还有一片这个建筑的草原，整个景色就是一个白色的很梦幻的一个景象。再加上现在的阳光的雾气去渲染整个画面，让整个景象就变成一个非常空灵、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在我刚刚跟各位讲话的同时呢，突然间我四周的色调好像产生了一些变化。我猜呢，应该是因为阳光的角度已经升过了一些山头，然后呢去照亮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雾气，所以我现在四周的这个色调已经从刚才的那个有点就是蓝蓝的，好像是还沉睡在夜晚里面那个颜色，转变成了现在是一个很温暖的，然后一个呈现有点黄，然后有一点点紫色的一个色调。我觉得四周的景色整个又变得不一样了。那我赶快把握这个机会来做拍摄。ISO 100 F9 快门 1.3秒。真的是好梦幻，我梦寐以求的一个早晨啊！那个霜雪中的森林真的是太漂亮了，真的很像是在什么，就是国外可能英国或是苏格兰之类的地方，去看到那种霜雪中的这个清晨。虽然还是很可惜啦，结果呢，今天最终还是没能去看到日出的阳光，去照亮很漂亮的这个很壮丽的这边的这个地景。不过不管怎样，还是非常的值得，拍到了一些让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我都很想要看到的画面。那么我想接下来呢，我就要回到松雪楼，然后去吃我的早餐。我等一下赶快回去了，因为呢，他们早餐只供应到好像9点半吧，然后好像随时间越晚，菜色好像会被大家吃光，好像变比较少的样子，所以我要赶快回去了。那么我想这部影片到这边应该就算告一段落了。我想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或是呢可以帮我分享出去。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这样的话以后我有新的影片，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得到。好了，我想不讲废话，到这边影片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就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